和过往每一个关键时刻一样注视着我。被你的目光守护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抱歉，我这边可能会推迟。哦，没什么，只是俱乐部负责人为我安排了一场台球比赛，但是时间有些靠后，所以等我处理好就尽快回来。啊，还好。你呢？吃过饭了吗？嗯，那就好。我先过去了，等我回来。怎么突然过来了？看我？里面太闷，我出来透透气。这么明显吗？还是被你发现了。应酬的时候，服务生递过来一杯，我没注意就喝了口。可能是因为空腹吧，有点上头。刚才有点闷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别担心。不用麻烦。我还没到需要吃解酒药的程度，况且你急匆匆地从家里赶来，我也不想让你再离开我的视线。好。要喝点什么吗？没关系，今天并不是什么正式聚会，随意些就好。他叫陈边，也是俱乐部的成员。之后的比赛，他是我的对手。是在担心我不能赢吗？因为陈边从上场后一直被挑战，
今天的比赛以娱乐为主，赛制并不严格。积分低者可以自行挑选积分高者挑战。陈边的确是打台球的好手，挑战他的人很多。我本来是不想参加比赛，打算应酬完就直接回家的。只不过负责人盛情难却，所以我答应了和陈边比试一场。规则不难。哦，那边有空闲的台球桌，想不想直接试试？好。先将就着用吧，要是感兴趣，之后我们再一起去挑一支更适合你的球杆。这是巧克粉，能够增加皮头和球之间的摩擦力，防止击球时打滑。来试试。姿势有些不对。虎口握杆，右手手臂要自然垂直。然后瞄准主球，就是白色的那颗。用主球击打彩球使其落袋，就是台球最基础的玩法了。不同的台球项目对应的台面规格、球带乃至球本身都有所不同。今天打的是花式9球。简单来说，在花式9球的规则中，每次击球必须击打桌面上号码最小的球。进球则继续，没有进球则轮换对手击球。所以按照规则，现在你需要击打的是1号球。出杆吧。抱歉，我好像走神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想什么呢？嗨，左律师。比赛快开始了。好的。这不好打呀。左律师，恐怕你没有机会了。这才进了1颗球，陈边就说这话，也太早了。但看这局面，以陈边的实力，一杆清台不是没有可能。
怎么了？有一点。虽然失去了先机，但也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我好多了。他们刚才说陈边或许会一干青台，你是在担心这个吗？9球比赛最大的悬念，就是在9号球进袋之前，这场比赛的胜负都是未知数。即使现在对手处于上风，局势也可能在下一秒立即转变。机会来了，这场比赛拖得太久了，我会以最快的方式结束，然后享受独属我们的时间。不对，这个角度的话，5号球是没办法进袋的。他在想什么啊？明明有更保守的选择。哎，你别说了，还是看看左律师怎么打吧。一杆清台的方式，除了顺序将彩球打进球袋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。只要不犯规，在击球过程中能使9号球进袋，就可以直接判定为一杆清台。是，我打算赌一把。要是赢得平平无奇，胜利的喜悦也不那么强烈。况且，这也是唯一速战速决的办法。我会做到。所以，你愿意带给我幸运吗？注视我。和过往每一个关键时刻一样注视着我，被你的目光守护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你我很喜欢。祝贺你，左律师。承让了。你刚才那一杆说是今晚最佳也不为过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敬你。多谢。左律师，现在时间还早，有没有兴趣再来一局？抱歉，下次吧。今天先失陪了。不，只是不想在无关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。
刚才的酒，是你让服务生换成了无酒精鸡尾酒吗？有一点。今天在大厅看见你的那一刻，我很高兴。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我好像就有所预感，你会立即来到我身边。前往大厅，一方面是我确实有点闷，但也是因为我想看看预感是否会成真。结果，你真的出现了。我可能还没完全醒酒，又有些闷了。那样的话，免不了挨个打招呼。不如我们溜走吧。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。等结束后，我再向负责人解释就好。所以，走吧。我好多了。去看电影，时间不算太晚，我们过去还来得及。我已经没事了，放心吧。况且吹着海风，在舒适的游艇上观影，真的要等到下一次吗？有你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这是我们影院的特色之一，我们提供老式放映机和胶片，希望给予客人最好的老电影体验。不过嘛，我们收藏的电影基本上是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，以黑白电影居多，所以这项目没什么热度。因此多数时候胶片都保存在专门的储存室里，我们会定期进行维护和修复。
当然可以，这是清单。2位选定电影后，我去储存室取胶片。您对上面的电影都不感兴趣吗？不，我只是在想，能否让我们自己去储存室挑选。我也收藏了不少胶片，但像这样接触大量胶片电影的机会不算多，所以我想亲眼看看。我大致了解胶片保存的注意事项，不必担心损坏的问题。这没问题，但储存室的主灯前2天坏了，师傅过2天才来修。没关系，我们不介意。那好，2位跟我来吧。到了。2位进去后小心脚下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知道了，谢谢。一般来说，胶片会放进冰柜冷藏，所以外面有灰尘影响不大。因为胶片表面涂有感光乳剂，高温会加速乳剂与空气产生的化学反应。想看什么？好，就听你的。好像有灰尘落进眼睛里了。我没事了。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挑好了，你呢？挑了什么？那我们出去吧。电影情节。撞上以后呢？除了阳光、旧书和被风吹起来的窗帘，最重要的，这个时候还需要慢镜头。走吧，再待下去就要感冒了。哦，2位，胶片处理好了。
这台要老一点，不过结构上大同小异，应该很快就能调试好。之前和你一起看胶片电影，总觉得氛围不太够，现在算是如愿了。好了，先试试，没问题我们就开始看。大概吧。你我知道，我是想问你，还有薄荷糖吗？这样就不会弄脏你的手臂和衣服了。我只是下意识，觉得这是让我清醒的办法。应该是受酒精的影响，今天某些时刻我的反应会慢一拍。你果然也发现了，我以为只有台球比赛的时候这样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应该不止这些。有些失态吧。是，还好有你。薄荷糖也好，橘子汁也好，在今天都至关重要。啊，橘子吗？很酸，还有一点涩，或许是因为你在这方面，你好像总有办法胜我一筹。想先看哪部？考虑到黑白电影的声音表现力，我挑了喜剧默片。还是说先看你选的那部？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相信你的眼光。
我猜这是你选的。胶片的厚度不一样，我摸出来了。其实不论选什么，都是我想看的。你会选《夏日插曲》，是因为上次我说想和你一起看有关夏天的电影吧？应该是又卡住了，我过去看看。胶片放映机原本就有概率出现这种问题，再说这台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物件了，也很正常。我没事，不小心被支架绊倒了。你呢？有没有受伤？好了，我真的没事。起来吧。还是要先去修一下放映机。没什么，只是摔倒的时候想起了以前也有过在酒会上不小心喝了酒。很早了，那时候我还不能全然拒绝酒会上的邀请，所以不可避免的偶尔会出现类似今天的情况。我其实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比如出发前吃点东西垫一垫，或者随身携带解酒药。再后来，我不再受那些邀请所困扰，过往的习惯也就逐渐放下。要不是今天，恐怕我也不会想起。算是吧。借助那些方法不至于出岔子，但现在看来，那些都不是最优解。还要问吗？明明是呼之欲出的事实，不论是缄默不言的隐秘心事，或者微不足道的琐碎麻烦，我都想要依赖你。也许不必通过言辞和修饰，仅仅是一个眼神或异于平日的语气，你就能察觉到一切。但某些时刻，
我也想要用直白的方式向你袒露心迹。比如，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会给你打电话的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来接我吧。我们好像错过了一些情节。下午好。我刚收拾好，准备出发去俱乐部了。不，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刚才突然收到了你寄来的电影胶片。什么时候淘到的？原来那天看完电影你就计划好了，难怪这段时间你都神神秘秘的。那我也有一件隐瞒的事，本来打算等你过来再告诉你。我买到了一台上世纪80年代的放映机，已经调试好了。不过在影音室看，氛围感比较差。看你的表情，我们应该是想到一起了。不如在泳池看吧。影音室里还有块闲置的幕布，简单搭建一下，家庭影院就完成了。撑着浮板飘在水面上看电影，听上去确实不错，但我有些担心，到时候我们会因此分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重复看那些电影。只要和你一起，多少次我也愿意。因为看着那些熟悉的情节，我会想要在今后和你一起体验同样的事。比如在某个午后，我们跟随音乐随意的跳舞，或者某个夜晚，我们彻夜散步谈心。你也这样想过吗？那等聚会结束，我就着手准备，让我们的电影之夜早点到来。好，我们一起。不管你有多少别出心裁的想法，我都会和你一起实现。那6点左右来接我好吗？我们先吃晚餐，再讨论准备的细节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。我等你来，晚点见。